魏无羡挑了一只含苞水莲，边掷边喊：“韩光君好帅！”蓝启仁咳了一声，却淹没在女修们的哄笑声中。魏无羡又挑了一朵芍药，喊道：“韩光君，我喜欢你。”蓝启仁连咳3声，魏无羡玩得兴起，假装没有听到。魏无羡再挑一朵玉兰，浪声喊道：“韩光君！”蓝启仁咳得山崩地裂。奇阵之中，蓝忘机准确地接住了魏无羡的花朵，一瞬不移地注视着观猎台。只见魏无羡朝他夸张地挥舞着双臂，无声地做着口型：“韩光君，娶我！韩光君，娶我！”蓝忘机双耳通红，将花朵都小心翼翼地别在了心口。听闻魏先生从前在江家时十分的阴沉骇人，没想到入了蓝家却如此的活泼随和。江澄一边懊恼年轻时竟被如此拙劣的离间伎俩挑拨，一边鄙夷魏无羡搔首弄姿，丢人现眼。江澄皮笑肉不笑地讽道：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出嫁从夫，如之奈何？”见魏无羡回过头来，江澄更加提高了音量：“你说对不对啊，蓝二夫人？”尽管也曾被精灵科普过蓝曦臣口中的韩光君逐陷2、3世，但江澄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就是魏无羡没脸没皮的主动撩拨蓝忘机。用聂家女修之中流传的术语来说，江澄是一个根正苗红、磐石无疑、不折不扣的陷旺党。所以江澄觉得，纵使魏无羡脸皮厚如城墙，也一定会被他的话刺到。没想到魏无羡先是一愣，随后大方地摆了摆手：“江宗主说的极是。”然而蓝启仁被他刺激得不轻，昔年授业恩师，此刻面色铁青地瞪着他，仿佛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江澄一向敬重蓝启仁，不免有些愧疚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观猎台上低语声不断，望县党们为夷陵老祖发小亲自盖章官宣，兴奋不已。护工党表示，不管什么姿势何种体位，只要是他们2个人就行。既然官宣了望县，那就集体搬迁去望县大军。县望党上一秒还因就此沦为邪教黯然神伤，默默垂泪，下一秒就收拾心情，整装待发，欢快地投奔望县阵营。至此，望县一统江湖。蓝启仁听不大懂年轻人们到底在嘀嘀咕咕些什么，但也知道他们在疯狂议论他的宝贝侄儿侄媳。蓝启仁长叹一声，把位于风暴中心而似不自知的魏无羡叫到近前：“无羡，你还是去督导围猎吧。”魏无羡乖巧道：“叔父，您不想我陪着了？”蓝启仁道：“去吧去吧，别在这里待着了。”魏无羡躬身一礼：“那我去了。”说完竟弃了阶梯，自观猎高台上一跃而下，俨然早已迫不及待。江澄放眼去瞧，只见一道澄澈炫目的蓝光疾驰而来，碧尘剑自空中稳稳接住了魏无羡。女修们又开始嚎了。江行舟默默地给江宗主递上一副软木耳塞，接下来的一切还算正常。魏无羡没再兴风作浪，年轻子弟们一一比过剑术，列阵进山。蓝家旗阵早已入山，望县2人却一动不动，直到最后一个小家族的旗阵入山，望县2人仍然留在原地。然后魏无羡拿起一副弓箭，侧手对蓝忘机说了句什么。只见蓝忘机取下自己的抹额，一圈一圈蒙住了魏无羡的双眼。江澄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起身挡住了蓝启仁的目光，恭谨道：“先生，围猎上需些时间才会有所斩获，学生先陪您随意走走吧。”蓝湛，你随我来。夜幕下，魏无羡牵着蓝忘机的手走到射箭场上。白日里的喧嚣早已远去，此刻这里空旷而静谧，只有密林深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。围猎已于傍晚时分结束，众人用过晚膳，再休息一晚，明日便会陆续离开。魏无羡柔声道：“百凤山，这是你第一次亲我的地方。”两人执手驻足，一同眺望这片山林，心中俱是温存与甜蜜。蓝湛，我有礼物送给你。魏无羡自心口掏出一个式样古朴的丝绒小盒，他轻启盒盖，只见盒中静静躺着一枚戒指，色泽洁白，温润纯净，在月光下散发着柔和的灵光。蓝忘机轻抚戒指，感知了一下，惊讶道：“忘机琴。”魏无羡拿起戒指，是。忘机琴自戒中现出，魏无羡拖住忘机琴，
轻拨一下，复把它收回戒中。厉害吧？乾坤袋不能收纳灵气，可我就做到了。魏无羡举起戒指，得意道：“这样你就不用负荆奔走了。你整日里说去秦氏练琴，便是去做这个，如何做到的？这是结发。”是，我将我的头发编织入戒，作为收纳忘机琴的媒介。很厉害。魏无羡笑得花枝招展，踮脚轻轻亲了一下蓝忘机，双唇圈住戒指，单膝跪地，捧起蓝忘机的左手，含住他的无名指，将戒环推入蓝忘机指上。随后，魏无羡牙齿轻轻咬着蓝忘机的手指，一点一点退了出来。月光融融沁沁，两人紧紧相拥，吻得旖旎缱绻，温柔缠绵。蓝忘机拥着魏无羡，柔声道：“我也为你备了礼物。”是什么？并未带来，明日归家便能看到。我好期待，二哥哥。两人又抱了一会儿，魏无羡在蓝忘机脸颊上啄了一下。二哥哥，故地重游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啊？蓝忘机道：“你呢？”魏无羡解下自己的发带，蒙住了蓝忘机的眼睛。魏无羡牵着蓝忘机来到山道口，十分下流的在他关键部位揉了2把。去吧，我的猎物，等我来猎你。蓝忘机捉住魏无羡作妖的手，轻捏了一下，向山林深处走去。须臾，林中传来忘机琴声，悱恻旖旎，悠远绵长，望羡一曲，动人心弦。魏无羡唇角带笑，横腾纵跃，穿林拂绿，循琴声而去。很快，他便看到了他的仙君，白衣胜雪，不染纤尘，猩红发带覆于霜雪面上，绝世鸣琴置于修长膝间。魏无羡转着笛子，流氓道：“小郎君，哥哥来了。”魏无羡一个腾跃，落在蓝忘机身前。突然，他感到一股不同寻常的灵压，未及他反应，有什么东西捆住了他，将他高高吊起。堂堂夷陵老祖，竟然被缚仙网吊在空中。魏无羡挣扎2下，缚仙网绑得更紧了。蓝忘机的白衣上落下缚仙网的点点金色光斑，他面上仍然附着鲜红发带，魏无羡看不到他的眼睛。猎到你了。蓝忘机唇角微微上扬。我的猎物。韩光俊，你这样可就不对了。有何不对？高度不对。高度？是啊，高度不对。我教你，你先把缚仙网放低一些。为何？魏无羡窝在缚仙网里，两腿高高抬起，整个人都被折叠起来，但他完全不以为意，努力移了一身子，让缚仙网微微摇晃了一下，随后就像找到了方法似的，荡秋千一般摇动起来，越荡越高，越荡越快，真是活泼的猎物。韩光俊，你是真不懂，还是假不懂？魏无羡眼里闪烁着促狭的光芒。你猎了我，是想对我做什么？尚未想到。魏无羡笑道。哦，尚未想到呀，尚未想到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在月光下如霜覆雪的面容，红色发带已经取下，一双琉璃目清澈明净，纯澈动人。即使大古板长进不小，但有些事果然还是太为难他了吧？说出来会不会吓到他？正因为会吓到他，才要说出来啊。魏无羡道：我知你已经想到了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韩光君。暧昧的笑容，暧昧的语调，蓝忘机的耳朵瞬间变红了。魏无羡见他已经反应过来，故意严肃道：韩光君，你把我吊起来，是要对我做奇奇怪怪的事情吧？你的癖好越来越奇特了，只是绑我还不够，还要吊起来。哎呀，这可真是，家规里有没有写这条？不可。蓝忘机急道：我没有。我看你有，你明明是故意的，你还不承认。魏无羡道：韩光君，你打诳语了。韩光君，你犯禁了。魏婴，我放你下来。蓝忘机说着就要拔剑。别，二哥哥，不许放我下来。方才我是逗你的，我知你想不出这种花样。魏无羡努力地挪啊挪，从缚仙网的缝隙里挪出一只胳膊来，抓住蓝忘机的手臂，停住自己的晃动，然后顺着蓝忘机的手臂摸到他肩上，再去摸他的脸，手指在他脸颊上划来划去。可是我想得出呀，二哥哥，我们来做点有趣的事情，好不好？蓝忘机猛地握住了他作乱的手指。我教你，你先把我放低一点。蓝忘机未有动作。蓝湛，把你的抹额给我，快给我！
这下蓝忘激动了，解下抹额放到他手心。魏无羡举起抹额，让风把长长的飘带吹起。姑苏蓝是抹额，意欲归属自我，只有在命定之人、倾心之人面前，不必有所归属。